注册了200个商标啊，我总结了5条成功经验，创业者这一期咱们必看。有没有想创业的兄弟们？评论弹幕来聊一聊好吗？觉得注册商标重要的扣个1，觉得不重要的扣个2啊。一个好听好记的商标呢，能够让你事半功倍，反之努力也是白费啊。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觉得难听的品牌商标，比如说汽车领域啊，比亚迪就是一个典型的当初随便想的名字。你为什么会叫比亚迪？比亚迪这种就比较怪。比较怪的话，就是你很容易通路过。那如今呢，还被很多网友诟病啊，难听就算了，英文的 BYD 谐音呢，还被说成骂人的话。但相比吉利、宝马，你听多好听。那宝马最近这个冰淇淋事件，哎呀，再比如说呢，服装领域安踏、特步，哎，听着都挺好听。但是你听鸿星尔克又难听字又多，还就是那种假洋名。所以说呢，注册商标啊，好听一定是第一位，并且啊，你还要保证10年、100年这个名字还能好听。其次啊，越简单字越少啊，越好记啊越好。一般呢2个字呢是最好的，然后是3个字，然后就4个字。但是啊，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呢，那么多人创业，对吧？又好听又好记的商标早就被人注册完了啊！你要去买呢，哇，一个个都贵的不行，随便一个破名字收你几万块钱很正常啊。咱们穷逼呢又买不起，对吧？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做商标呢，其实国家就只收你270块钱，所以他卖你几万块，你就觉得很贵啊。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起名字的一些经验啊。第一，加长字数。啊，宝马我们是注册不了了，飞天宝马、大飞马我们是可以注册的，难听一点，山寨一点，但是确实这是一个方法啊。找到一个你喜欢的名字，然后在它的前面、后面加字儿啊，那注册成功率呢一下就提高了很多。这也是20多年前呢，我们看很多中国品牌的做法啊，山寨大牌，比如说啊，我的线头计划这4个字呢，拆开之后，线头和计划都注册不了，计划呢还属于通用词汇，国家是不允许注册了，但是连起来呢就能注册了。第二呢是英文的音译，哎。不管是咱们中国还是外国的品牌，从几十年前到现在都很喜欢用音译，就是先起一个英文名，然后音译成中文，比如像比亚迪啊、美特斯邦威啊、班尼路啊，都是这种音译。当年呢，我们崇洋媚外，这种名字显得很洋气啊。此外，音译的好处呢，就是中英文的发音呢比较相似，尤其是对于一些国际品牌，比如说耐克、阿迪、奔驰，中国人和老外呢都能念出差不多一样的发音，那有助于传播。第3啊，就是重新主词。来弹幕一下，当年你的网名叫啥？我的网名叫做孟盼哲林。这种主词的好处就在于啊，一般人用的少，也能呢很容易理解它的意思，注册成功率呢就能够高达70%以上。哇！那这几年的新消费品牌啊，哎，都很喜欢主词，很时髦。比如说蕉内、蕉下，还有蕉亚。蕉亚是我的雪里学品牌。第4就是用自己的名字，但是就会显得很自恋，比如像福特、法拉利、迪士尼啊。国内呢，我们李宁、小鹏、王守义、13香，哎，但这种也是名字重复的很多啊，很难注册通过啊，得碰运气。第5啊，就是经典书籍里的名字。前2年大家都知道了吧？华为把整个《山海经》的名字全都注册了，麒麟芯片、鸿蒙系统、鲲鹏服务器，帅炸了哈，帅炸！还有像比亚迪的王朝系列、唐宋元明清，哎呀，垄断这是什么？所以你看啊，要多读书啊，才能起好名字。第6就是地名，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像改革开放时候啊，很多的各地的品牌都用当地的地名，比如像贵州的茅台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云南的红塔山，国外也有啊，像阿尔卑斯啊、哥伦比亚啊。像我去年也注册2个商标，焦亚、江亚。焦就是啊，我们河南焦作市的焦啊，和我的名字雅典的亚。江呢就是新疆，哎，那我不是包了一个棉花地嘛，想做面料，我还注册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名字，云里周白，大家猜猜什么意思啊？很中国风。像我的店铺线头计划，哎，最近呢，我们终于把所有的中英文名呢和 logo 全都注册成功了，哇！可喜可贺，真的太难了。一个 logo 4个 T 组成的一个 X， 我觉得还是挺好记的，挺简单的啊，很对称，正面、侧面看都是正的。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只能说好看。还有一个我们的英文啊，其实就是拼音了。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中文的一个商标，线头计划啊。然后我用的是最早甲骨文演化的小篆体，就会显得挺有文化感的啊。像很多一些潮牌压根就没有中文的标，我就觉得你也太装了。反正就是我很不喜欢，我是一定要用中文标的。整体看还蛮帅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商标注册的一些小诀窍啊。最头疼的就是一个商标你需要6个月左右才能知道能不能成功，不成功呢也不退钱，反正啊，整个审核的流程哇非常复杂，大概需要3个部分，这也是最复杂的部分。第一是初审，这个环节呢主要是审核员呢审核你的名字有没有和别人已经注册成功的商标有近似的，所以你需要呢在注册前在网上多查。查询呢要注意啊，商标呢有很多类目啊，比如说你要做服装就是25类，做食品的就是
29类、30类，每一类呢都单独收费啊。你像我的象州计划呢，就是全品类都注册了。那当时不懂啊，找了代理公司，哇，花了我4、5万块，天哪！那如果你查询到没有一模一样的名字之后呢，你就可以作为备选了。但是注意，商标注册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说，我可以承诺你，保证你注册成功，那都是大忽悠骗你钱的。爱信不信好吗？因为每一个商标呢都是国家的商标审核员审核，人工审核，你无法判断它的机制呢，其实也很模糊啊，是不太确定的。那哪些情况下初审就会失败呢？第一，虽然字不同，但是意思完全一样的那种啊，基本上都会失败。比如说我的商标线头计划，你注册大线头计划或者是部头计划，一字之差，但整体呢太像了，肯定失败啊，肯定失败，就是商标保护。第二，跟知名品牌呢太像。商标局呢也会特殊对待，比如说阿迪达斯，你注册了阿迪王，逻辑上呢可以注册成功，但是只要对方告你，你必失败。初审成功之后呢，他会给你发一个受理通知书，然后进入到商标实质审查阶段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半年6个月的一个过程。我见过很多公司啊，公司都倒闭了，商标还没下来。太惨了，我的大部分商标都死在这个环节，你苦苦等了6个月，家人们，然后告诉你你失败了，钱也不退你。你想打人，你知道吗？所以兄弟们，商标没下来，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啊！那很多注册商标的人会告诉你啊，商标只要过了初审可以用那个 TM 啊，然后过完了之后可以用 R 嘛，千万不要用！我的天哪！那说一个潮牌圈知名案例，一个品牌叫 WhatsApp， 应该很多人买过啊，1年都已经赚了几个亿了啊，净利润说有大几千万。结果主理人呢不懂，没注册商标啊，后面再注册，结果失败了。所以呢，法律上来讲啊，现在人人都可以用 WhatsApp 这个名字来做衣服，后悔死！我跟你讲，还有一些别的小经验啊，比如说中英文一定要分开注册，千万别为了省钱，不然失败一个都会失败。以及呢，如果你着急用，建议一次注册3到5个名字，这样总能赌对一个。还有呢，如果你比较在意，怕别人抄袭你的名字啊，就一定别省这个钱，把全品类全都做了，大概需要几万块吧。或者呢，一些热门行业都注册，比如像服装啊、箱包啊、饰品、家居、食品等都是热门项目，一定要注册了啊，因为你万一以后做大了呢，对不对？还有广告、互联网这2个类目，这2项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听我的，都注册了。千万别省这个钱啊！这是很多商标注册人都不会告诉你的。比如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就卖个衣服，卖个零食，我又不做广告，大错好吗？一定要注册。去哪注册商标最便宜呢？啊，没有广告日期啊，没有广告。建议大家在全大师上查，我试过了最准，但是便宜呢还是阿里云、华为云最便宜啊，300块钱左右一个。注册多呢还有优惠券啊，又有大厂，你不用担心倒闭。那如果你懒得研究呢，想找代理公司，那一般行价呢，据我所知是600块左右，也有收1200的，我靠，1200。但说实话呢，他们真的没有我懂，我是实战经验好吗？然后你终于有了商标名称，那么第2步呢，你还需要注册 logo 标志啊。这个如果大家想看啊，点赞到1万啊，我们下期来聊。logo 比名字啊，哇，难上500倍好吗？注册商标这些年真的，踩过太多坑了。我花了10几万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因为失败被浪费了钱，所以真心的希望这一期呢对大家有用啊。创业太不容易了，希望所有的兄弟们大家创业啊能够一帆风顺。啊，如果这对你有用的话，希望给我们一个点赞啊，感谢。